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我们先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假设你的手里有10万美元的英伟达的股票，你长期看好 AI 的发展，所以你一股都不想卖。但是最近呢，你看到比特币已经跌了很多了，它已经从最高点的12万多美元跌到了6万，所以你心里可能会有一个声音不停的在嘀咕：比特币是不是快到底了？是不是我的赚钱的机会要来了？可问题是你手上现在没有多余的现金。以前呢，你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卖掉一部分的英伟达换成美元，把钱转到加密交易所里边去，再去买比特币。可是如果你这么操作，它的本质其实就是你必须得先离开一个世界，然后呢，你才能够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股票是股票，加密是加密，两个账户两套系统，中间隔着一堵墙。如果你真的卖了英伟达去买比特币，那么中间还有很多的摩擦成本，还有时间成本，非常的不方便。但是最近呢，这堵墙被打破了。7月3号，加密交易所 Kraken 宣布，英伟达、苹果、特斯拉这些代币化的股票可以直接拿来被当成加密交易的抵押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不用再卖掉英伟达， Kraken 可以把它当成抵押品，然后呢，你可以拿着这个抵押能力去做比特币的合约，或者是以太坊的合约，也可以直接去融资，在现货市场里边去加杠杆，去买比特币或者是 ETH。 所以这样就达成了一个新的效果：一份英伟达，一边呢它可以继续帮你赌英伟达的上涨，一边它还能帮你开一个比特币的仓位，一份钱干2份事儿，很开心吧？但这里边呢也藏着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一个很好的东西背后通常都藏着一个代价。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件事从头到尾给它讲清楚。我们先来说说 Kraken 到底做了什么。新闻本身呢其实非常简单， Kraken 开始允许自己的用户把一部分的股票代币直接作为期货和保证金交易的抵押品，然后允许你拿着这个抵押出来的钱去干别的事儿。第一批公布的股票代币一共有10种， SPYX、QQQX、苹果、特斯拉、英伟达等等等等。但是 Kraken 不会按照100%的市值把这些资产算进你的抵押能力，它会给每种资产打一个折扣。这个折扣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行话，叫做 haircut， 也就是理发的意思。你进来10万块钱的资产，咔嚓剪一刀，你只能带走8万块钱。而且呢，不同的资产会给你不同的 haircut， 也就是说给你理成不同的头型。比如说 SPYX 和 QQQX 这种稳定型的资产，它又给你来一个手工的精修，只打10%的折扣。苹果、GoGo、特斯拉、英伟达这种高科技的股票，手工精简，打折20%。波动更猛烈的，比如说 Robinhood、Strategy、Circle 这种，那就直接给它来个寸头，打折30%。也就是说，如果你手里边持有 NVIDIA X， 它的市值是10万美元， haircut 是20%，那么系统给你的抵押值就是8万块钱。你可以用这带过来的8万块钱去做永续合约，或者是现货杠杆。所以它的好处就是一个持有 NVIDIA X 的人不再需要再继续持有英伟达和腾出钱来去做杠杆之间来回的犹豫。这份资产的本身现在它就能够支持新的仓位。那么有意思的是，这个不仅仅是 Kraken 自己的事儿，整个行业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7月7号，仅仅隔了4天，全球最大的加密交易所币安也坐不住了，他们也宣布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一批代币化的股票正式的进入它的保证金抵押品体系。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就是2家交易所前后脚上了新的抵押功能吗？至于专门的去搅一整期吗？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我越来越觉得这件事真正的重点不在于多了10种或者是15种的抵押品，而是传统世界的股票开始正式的进入加密世界的信用体系了。什么意思呢？我用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房子作为一个例子来解释一下这个信用体系。假设
你的手里有一套价值100万美元的房子，这套房子是钱吗？当然不是。你没有办法把房门给它拆下来，然后拿到菜市场去买菜，但是银行会告诉你，我承认这套房子的价值，所以你可以把这套房子作为抵押，借出一笔贷款，然后呢，你再拿这笔贷出来的钱去投资，去干别的事儿。那么就在银行把钱贷款出来给你的同时，房子这个本来不能够直接被花的资产，它就突然产生了新的购买力。你的房子还在那里，一块砖都没有少，但它的背后的价值被金融系统重新给利用了一次。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分叉。过去呢，一个资产想变出新的购买力，通常只有一个动作，卖掉。但抵押呢，是你留着这个资产，同时还借到了它的信用，这两个动作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份资产在传统金融世界里边的玩法。那么今天的股票在加密的世界里边正在产生同样的能力。我可以抵押我的股票代币，用借来的钱去做合约，或者说现货杠杆。那么过去的加密世界的抵押品是什么呢？比特币、ETH、USDT 或者 USDC， 还有各种各样的 token。整个 DeFi 和 Crypto 的信用体系长期以来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些链上的原生资产转的。你拿以太坊抵押借出稳定币，你拿 USDC 做保证金去交易比特币，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但是现在呢， SPY 进来了，苹果也来了，英伟达它也来了，而且他们不只是被买进来放着，他们还拿到了一个新的身份 Collateral 抵押品，也就是你手里的股票正在开始拥有一点点的钱的味道。注意，我说的是一点点。股票当然不是美元，也不是稳定币，但是一个资产一旦被金融系统广泛的接受为抵押品，那么它就会帮助持有人产生信用，产生杠杆，产生新的交易的能力。严格的来讲，股票变成加密世界里边的钱，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股票正在成为加密世界里边的信用的基础。讲到这儿呢，我们得先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在 Kraken 或者是币安买到的 SPYX 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 SPY， 也就是标普500？答案是不是。SPYX 虽然跟踪标普500的价格，但它本身仍然是一种独立的证券产品。你不能把 SPYX 转进 IBKR， 然后呢告诉券商说过来帮我换成真正的 SPY。同样的，你持有苹果的股票代币，也不等于你成为了苹果公司的传统的股东，你并没有普通股票的投票权，你持有的只是一个追踪苹果股票价值的产品。那么问题它就出来了，既然它不是真正的 SPY， 也不是真正的苹果的股票，为什么这些大的加密交易所还愿意接受它作为抵押品呢？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对于一个保证金系统来讲，最重要的不是产品的名字，而是它有没有可靠的价值和足够的流动性。市场出问题的时候，它能不能被快速的处理掉？只要平台认为这些条件成立，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资产纳入到自己的抵押品体系里边去。但是，一旦股票真的进入到加密的抵押体系里边去了，风险也跟着进来了。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个例子，假设你的手里有10万美元的 NVIDIA X， 你长期看好英伟达，不想卖。与此同时，你觉得比特币已经跌得差不多了，于是呢，你拿出了 NVIDIA X 作为抵押，开了一个比特币的杠杆多头。如果英伟达涨，比特币也涨，那当然非常好，左边赚钱，右边也赚钱，一份资产两头开花。但真正危险的情况是相反的一个方向。假设突然某一天特朗普发疯了，半夜发了一条推特，我要向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征收500%的关税，那么这条消息就会引起一次全球性的风险资产抛售，纳斯达克会下跌，英伟达也会下跌，比特币肯定也会跟着一块下跌。这个时候呢，你手里的比特币的仓位在亏钱，支撑着这个仓位的 NVIDIA X 也在缩水，你的资产在加倍的缩减。在极端的情况下，股票的深度下跌会导致抵押品价值的快速下降，抵押品价值的下降，它会
逼着加密的仓位缩减。如果股票的价格继续下跌，它就有可能触发清算。原本呢，你在股票市场里边待得好好的，即使股票下跌，你的资产它也不会被清零，过了1-2年可能还会涨回来。但一旦你把你的股票作为一个抵押品购买了永续活约或者是杠杆，可能一把就把你资产给爆仓给清零了。所以股票进入加密的信用体系，不只是更高的资本效率，它也正在把2个原本相对独立的金融世界绑得更加紧密了。上涨的时候，这个叫做资本的效率，可下跌的时候呢，它会变成风险的传导。好的，最后呢，我们退回来看看股票可以被抵押买币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觉得 Kraken 和币安的这2条新闻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重要呢？因为这代表着一个新的趋势，它证明了一条路正在被逐渐的给走通。1年以前呢，我们讨论股票代币化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问的问题还是股票能不能被24小时的交易，我可不可以用1美元去买股票？但现在呢，问题已经开始变化了，变成了股票搬进来以后，它还能干什么？你会发现，2026年的年初，我们可以在加密的账户里边玩股票的永续合约了。现在呢，2026年的7月，我们可以把股票抵押来购买比特币了。传统的券商那边呢，也正在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他们正在把加密给引入到传统的股票交易账户里面去。那么接下来呢，也许我们不会再把股票账户和加密的账户分得那么清楚了。一个账户里边，可能你会同时存进英伟达、SPY、比特币和以太坊，甚至黄金和美国国债。所有的这些资产，不仅仅它们可以放在一块儿，还可能进入同一套的抵押和交易系统。到了那个时候呢，股票和加密的边界就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好的，最后呢，我想把开头的一个问题留给你：假设是你长期持有英伟达，同时呢，你又非常看好比特币，你会把英伟达的股票换成 NVIDIA X 的代币去做抵押，去开一个比特币的仓位吗？还是说你会觉得股票就是股票，加密就是加密，这2个世界最好不要绑得太紧？好的，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点赞、订阅加密星球，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万文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